明白了。陈凡轻点了下头，你的意思是，你马上要退甲了？你是答应借给他几枚灵甲，但是要等退甲后，而不是让他现在上手撬下来。魏魏闻言，眼眶通红，布满泪光的不断点头。终于有人懂他了，你要退甲了？陈凡望向魏魏，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后，魏魏重重点头，兴奋地低吼了几声，厉害啊！他不由笑了起来，这岂不是说明魏魏的实力又要进一步增强了？就在这时，赵生平悠悠醒了过来，满眼泪汪汪的委屈道：狱主，他真的同意了，我才撬的，你理解错了。陈凡拍了拍赵生平的肩膀，感慨道：他这几日要退甲，等退甲后你再锻造夜行衣，先锻造匕首吧。你也就庆幸他现在可以恢复伤势了，警惕性不是那么重。放在以前，你敢撬他灵甲，他得将你生生活吞了。赵生平委屈的点了点头，但很快又兴奋了起来。狱主，我没想到咱们樊狱竟然有吞天鳄。吞天鳄是极其纯粹且标准的战斗类异兽。陈凡面色微微古怪的望向一旁的魏魏，纯粹的战斗类异兽，意思是说吞天鳄没其他能力了。可这家伙一巴掌给那个不灭天师留下的传承光幕给拍下来，并吞进肚子里的，这明显是针对阵法之类的特殊能力，结果竟然不是吞天鳄的能力吗？难道他大概隐隐明白了什么？吞天鳄原来无法恢复伤势，可能不是病，仅仅只是基因突变，从纯粹的战斗类异兽变成了一个战斗弱，但是对摧毁阵法有奇效的吞天鳄，无法恢复伤势，只是副作用。结果服用了雪莲花之后，副作用没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擅长摧毁阵法且战斗力也极强的吞天鳄。陈凡默默地拍了拍吞天鳄的脑袋，没事了，玩去吧。与此同时，辞海区域的一座岩岛上，3个老者在木屋内围炉而坐，正在讨论如何应对樊玉针对他们刺杀失败的报复。殊不知在这座岩岛下，少秋正飘在海面上，紧紧抓住岩壁凸起的一角，嘴里含着一柄闪烁着寒光的匕首，面色平静的耐心等待着。通过这几日在铺子里缴获情报所获得的蛛丝马迹，他终于找到了风雨楼的大本营，而他要做的就是让少秋之名在今夜过后响彻江北。2个时辰后，整座海岛上再无声音发出，整个身子完全贴在岩壁上的少秋松开右手，掏出匕首，在左臂上快速刺出一个特殊纹路，随后才将食指放在纹路上，呢喃道：逆天。下一刻，他整个人身子近乎和岩壁完全融为一体，根本难以察觉。他开始快速攀爬到海岛，大步朝海岛深处出去。片刻后，缓缓推门来到一间屋子，屋内睡着6个壮汉，他进步上前，如阴影般浮现在屋内最深处的一个床铺旁。警觉性太差了，少秋在心里低声呢喃着，睡得也太死了。他左手如羽毛般极其轻柔地虚掩住对方的口鼻，右手匕首自下而上。这个壮汉连最轻微的呜咽声都未发出，便已死去，如法炮制。第2个、第3个，动作精确如机械般重复。很快，屋内的第6个男人也死于他手中。紧接着，他缓缓退出这间屋子，将门恢复原状，继续朝其他屋子前去，直到永夜如潮水般如期退去。第一缕惨白的晨光洒了下来，少秋一袭白衣沾染着少许血迹，站在海边边缘处，把玩着手里的匕首，望向远处海平面缓缓升起的日出，脸上满是笑意。一人一夜，单枪匹马，风雨楼除名。另外一边，樊玉夜已深，明日就是拍卖会了。瘸猴等人在营地内忙碌着，为拍卖会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随着第2天的到来，陈凡站在墙头上，望向城墙内部。就在这时，怀里的传音符传来温热，他微微一愣，少秋来信了。风雨楼已灭，总共78名核心成员，包含3位楼主悉数全歼，缴获诸多鬼石天材地宝，其中包括一株海苔，正在赶回樊玉，以及入夜前抵达。陈凡良久才深吸了一口气后，拿起传音符联系瘸猴，拍卖行推迟至今晚入夜前。少秋他们快回来了。很快，天快黑了，原本计划下午开启的拍卖会也被移至晚上。永夜马上降临，拍卖会也很快要开启了。就在这时，少秋率众人骑着骷髅马大步朝城门口驶来，骷髅马2侧挂满了大包小包，看起来就是收获满满。为首的少秋翻身下马，手里拎着一个渗出血迹的包裹，大步走至站在方氏街道中央的陈凡，单膝下跪沙哑道：狱主，樊玉暗阁阁主少秋前来禀报，目标已清除，风雨楼78名核心成员悉数屠尽，这是风雨楼3位楼主的头颅，退去吧。陈凡轻声道：是。少秋应了一声，身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化作一缕黑烟消失不见。众人下意识望向四周，却发现刚才骑在骷髅马上的那10几个人也不知何时消失不见，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匹骷髅马。陈凡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嘴角微微抽了抽，不过他看了眼周围一众人的眼神，也不由笑了起来。拍卖会即将开始，诸位稍等片刻。周围一众人视线全都死死盯在地面上的那4颗头颅上，极其安静，无人讲话，空气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眼神里流出来的骇然。名声响彻很多年的风雨楼就这样在无人问津的角落被全歼了。此时拍卖会即将开始，陈凡走回一旁街道的屋内，眼睛微微眯起，望向手中的海苔。目前营地内有2座建筑可以用海苔升级，一个是运灵阁，一个是天气阁，他打算优先升级前者，快速提升樊玉众人修为，至于后者暂时足够用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载具攻防升至6级，需要的另外一个材料亚补，他刚收购到了一个，等今晚拍卖会结束后，回去给营地整体都升级下。另外一边，拍卖会正式开始，主持人是王奎，一众人围在街道2侧，街道尽头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王奎站在上面，手里拎着一个锤子，主持者拍卖会。随着几件对陈凡毫无价值的异宝拍出，终于拍卖会即将迎来尾声，最后一件
件拍品。建筑师令可令普通修行者成为建筑师的异宝，起拍价1000枚鬼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枚鬼石。话音刚落，台下便顿时举起一片牌子，站在一旁的樊玉成员嘴巴有些跟不上的疯狂播报：江南药王谷出价5万，江东一剑宗出价7万，江北商会出价8万，价格很快就飙升到12万枚鬼石，这已经是不少势力的底蕴了。就在这时，一个势力的人从怀里掏出一枚灵宝，朝他大步走来。陈玉主，帮我给这件异宝估个价，我这件异宝拿来参加拍卖能抵多少？这是一件已经开包的绿色品级异宝，异宝名称强化石，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将这枚强化石用在任意建筑上，会使该建筑在下次升级时必然出现一个普通的质变升级方向。好东西，陈凡面色没有太多表情，但心里还是感慨道：果然大家好东西都不会拿出来卖，都藏着掖着的。他是真想要这个异宝，能抵2万。他给了一个足够高的价格，这样就算对方没有拍到，他也打算在拍卖会结束后高价买回这个异宝，哪怕是一个普通的质变升级方向，他都想要。好，男人重重点头，举起手中异宝，高声道：7万枚鬼石加5万信任额度，和手里这个异宝，总价14万枚鬼石，这已经是一个足够高的价格了。但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开出各种条件抬价，想要得到这件异宝，最后价格被炒到了17万枚鬼石，最终由王氏一族拿下，也就是刚才用强化石异宝抵了2万枚鬼石的那个人。至此，拍卖会算是结束了，但永夜也降临了，一众势力也暂时无法离开樊城，都在客栈找了个房子暂时睡下。陈凡则是不受影响，95龙年使出门，冲进永夜，回到樊域。永夜降临，陈凡站在墙头上，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一张建筑蓝图，是神炮，这是他前几天在海边上古传承里获得的建筑蓝图，绿色品级。这枚强化石他打算用在是神炮或者城墙上，其他建筑暂时不考虑。不过他还没打造过是神炮，先看看效果。下一刻，无数由白色光线组成的是神炮虚影出现在城墙上，并在吸收完鬼石碎裂后的液体缓缓凝实。紧接着，面前弹出一则面板，是神炮升至2级，该建筑升级并无升级方向可选，每次升级威力都会得到提升，也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获取任何升级方向。陈凡有些惋惜，看来也不用纠结强化石到底是用在是神炮还是城墙上，直接帮他做好决定。随着他消耗2000枚鬼石将其升至5级，炮管变得更大，且纹路更密，并布满猩红色。他面色越来越古怪，升至6级依旧不需要任何材料，只需要3000枚鬼石就可以，这对吗？再次消耗3000枚鬼石，升至6级后，营地内终于再次有了一座6级炮塔。但陈凡望向是神炮的面板，深吸了一口气，肯定是出意外了，因为升级依旧不用任何材料，他就一直升，消耗1万枚鬼石，将是神炮升至10级。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面前弹出一则面板。是神炮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可进入狂暴模式。在狂暴模式持续期间，射速和威力大幅度提升，且鬼石消耗速度翻倍。与此同时，他沉寂已久的永夜领主面板上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已成功将建筑是神炮升至满级，获得第一个满级效果。满级建筑图鉴首次被点亮，获得一个绿色品级异宝。点亮3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叮！你成为永夜大陆第一个获取满级建筑的玩家，成功触发成就快人一步。该成就可让你行走速度大幅加快，若在营地范围内，则行走速度更快。陈凡懵逼站在原地，望向面前数个面板，久久不语。许久未反应过来，一直以来，永夜领主面板只是帮他快速打造建筑，顺便有识别建筑蓝图和异宝等功效，此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体现了。而现在他有点懵了，永夜大陆第一个，现在看来，这个世界应该就是一个类似被游戏化的世界，只不过改造中途失败了，导致所有人都没玩家面板，只有他一个人有。而且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算玩家，其他人都是 NPC。陈凡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尽可能的平复下来，沉默许久后，才看向那座炮管表面刻着浮雕纹路的满级式神炮，先试试威力。陈凡望向天坑两侧的岩壁，下一刻，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洞穴。站在是神炮旁边的陈凡耳朵都蒙蒙的，一道猩红由能量聚成的炮弹重重撞在岩壁上，岩壁炸开，无数石屑粉末飞溅。当一切停息下来的时候，岩壁上多出了一个10几米的深坑。如此动静也将在洞穴里忙碌的等人惊醒。陈凡望向面前这一幕，沉默着，久久不语。如果鬼王这个时候出现，这一炮就足以让鬼王见识到什么叫做是神炮。陈凡轻呼了一口气，从怀里再次掏出在上古遗址里获得的那枚玉简，意识投进去仔细望去，眼前再次出现上古时江北防线大战的画面。不过他这次却是轻笑了起来。4年后的海底鬼巢登陆之战，可能要换个说法了，换成樊玉开疆扩土之战了。随后陈凡望向手里的绿色异宝，这是他在图鉴上点亮了第一个满级建筑后所获得的绿色异宝奖励。异宝名称运哨，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吹响哨子后，3息内运气小幅度增强，一次性异宝，没有停留。他快速吹响哨子，哨声响起的瞬间，口哨碎裂化作淡绿流光缠绕在他身上，运气得到小幅提升。紧接着，他快速将刚获得的那枚强化石砸在身下城墙上，并消耗了1000枚鬼石，将身下的这1米3级城墙径直升至4级。面前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4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拥有缓慢自我修复手段，相当于布满藤蔓纹路的1/5。2. 震慑感加强，在生物眼里，这堵城墙威慑感更强。3. 已质变，获得一个随机且高1品级的质变方向。普通。下一刻，不等陈凡反应过来，面板便开始不断变化，开始质变，质变完成，已质变。
万里长城。所有和这堵城墙所相连的城墙都将生效该质变效果，城墙将如长龙般可在营地范围内随意移动。传奇。陈凡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他突然觉得运少加强化石这两个异宝加起来的联动是不是太猛一点？如果强化石获得的升级方向刚好是以质变获得一个随机且高一品级的质变方向。普通，那么在3系运气提升的时间内，就有可能出现现在的情况，一路上升，直至出现传奇质变。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品级的升级方向，而且这是他第一个传奇质变，一定得保护好。这要是碎了，他肯定想自挂东南枝了。时间流逝，夜幕很快降临，永夜笼罩整个大陆。樊玉，好狂的势力名字，难道是上古势力残留？黑暗中，一个坐在王座上的阴影，猩红瞳孔不断闪烁，单手撑着下巴思索着。自从他刚收的那个鬼王死在了江北荒原，这些日子，他一直派出伪人鬼在江北打探关于樊玉的消息，也知道了一些大概信息。就在这时，被黑暗笼罩的大殿深处传来一道声音：王，待下次雨季降临，我带队亲自前往江北，一举消灭樊玉。不，坐在王座上的阴影轻声否定了这个建议。这个樊玉有点古怪，在这次雨季中崛起，不到1个月的时间打造了100余座炮塔，这生产力明显远超一般的建筑师，大概率继承了什么宝贝。江北在上古是一个大战场，留下点什么东西来也很正常，不能掉以轻心。更何况你实力虽然比死掉的那家伙强一点，但也没强多少，你去了可能也会死。那位留下的气息持续不了几年了，我们必须在这几年内准备好一切，否则当海底鬼潮登陆后，到时候的后果是你我都难以接受的。说到这里，坐在王座上的阴影也不由轻叹了一口气，那是真正的鬼潮，真正的鬼。良久后才沙哑道：我们在江北附近停留这么久，所图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那位留下的气息消失后，海底鬼潮准备登陆前，我们抢先一步登陆江北，屠尽江北所有生灵，夺取天道赐福。接下来做2件事，第一件事，想办法将消息送到樊玉，告诉樊玉数年后海底会有鬼潮登陆的事，像以前那样造点甲补级残叶送过去。樊玉得知消息后，应该就会主动撤离了，能不动兵戈的解决这件事最好。樊玉我有些看不透，如果对方不打算撤离，打算死守江北，那我们也不能给对方留太多发育时间。这个势力崛起的速度太快了，下次雨季降临时，举全力灭樊玉，只要拿到4年后的天道赐福，我们就勉强有资格加入正面战场了。永夜大陆某个角落内，四周均被黑暗笼罩，谭西坐在原地的一个中年男人缓缓睁开眼睛，远眺江北方向，有些恍惚的呢喃着。他依稀感觉到自己的气息已经快消散了，最多还有4年，江北就会彻底失去防守。他被困在了这里37年，4年后肯定是赶不回去。江北是永夜大陆后方最大的一段防线，全长170公里，海边没有任何天险，一旦失守，鬼潮将会从江北涌入江南，在一马平川的关西平原肆虐。但他沉默着，久久不语。就在这时，老大趴在他脚左边的一条鳄鱼突然口吐人言：如果我们回不去的话，小花是不是就死定了？他应该会跑。盘膝坐地的男人摇了摇头：我走时布下的求天大阵，此时培育的雪莲花应该也已成熟，他服用后天疾便会痊愈。以一头成年吞天鳄的实力，这几年随时都可以跑，只要他别死守在原地，就死不了。而趴在脚边的另一条鳄鱼同样口吐人言，只是声音多少有些抱怨：我都说了，当时不适合要宰，你非要来，你说什么话呢？左边鳄鱼有些不满道：当时多无聊啊，闲着没事怎么可能不孤勇几下？老大可是全程没找女人孤勇几下，他自己用手打的，我都看见了。砰！原本盘膝坐地的男人不知何时突然暴起，一脚将这个口无遮拦的鳄鱼脑袋踩进地底，周围地面多出无数缝隙，面无表情的冷声道：我有点后悔让你能口吐人言了，不如给你舌头拔了吧，你说呢？就在这时，那位黑暗中传来一道慵懒且随意的声音：还不愿意说吗？我只需要你一个答案，就立马可以放你出去，何必呢？哪怕我们赢了，似你这种人物，我们也杀不了你，死些蝼蚁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不会死。男人缓缓收脚，抬头望向头顶黑暗，停顿了半晌后突然笑了起来：维持这个大阵消耗不少吧？已经维持37年了，不知你还能维持几年？我已记住你声音，待我破阵出去后，你准备好接受我的上门拜访了吗？黑暗中沉默了许久后，才再次开口，只是声音中底气明显弱了许多：我没派人去江北，你就算出来了，也只能杀我，不能杀我儿子。我没用江北威胁你，你知道我们鬼屋有个孩子不容易，这是我们的交易，否则江北根本撑不到海底鬼潮登陆。当然，我一直记着这个交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部分鬼物觉醒了智慧，在拥有了智慧的那一刻，他们就不愿意与那些只知嗜血的鬼物混为一谈，他们开始效仿人类的文化，效仿人类的取名，效仿人类的传承，并将自己称为鬼族。他们认为自己是天地的宠，但有智慧的鬼物极难生育，但下一子，这对于有智慧的鬼物来讲，是将自己的生命传承下去。和人类一样，他们极其向往人类的文化，只是他们不想只活动在黑夜里，他们也想如人类一样，白天生活在陆地上，真正成为永夜大陆上的一族。要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前提就是消灭永夜大陆上的所有人类，只有当这片大陆上的种族被彻底消灭，他们才会得到天道认可，成为正式的鬼族。这是这些年来无数鬼族的梦想。告诉你件事，黑暗中再次传来那道声音：这些年前线战场突破得很顺利，你们马上就堵不住了。或许我看不到鬼族正式登陆的那一天，但我孩子可以看见，他会继承我的荣光。男人嗤笑了一声，没有多讲。老大在想什么？良久后，鳄鱼重新凑在脚边小声询问道：男人长叹了一口气，从怀里掏出一卷竹简铺在地上。当时走得匆忙，无名山的日记逐
图简陋了几篇，我担心被人看见，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日记这种东西，当然担心被人看见啊，看见了也没事儿。江北4年后就灭亡了，看见的那个人肯定也得死。男人面无表情，抬头望向面前的2个灯笼大小的呆萌眼睛。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让你学会口吐人言，听见没？待在右边那头明显是雌性的鳄鱼羊怒道：老大都烦你了，还有你。男人转头望向这头开口搭话的鳄鱼，面无表情道：你俩孤勇的时候，你要是敢再学人类叫，我连你舌头也一起拔了。天亮了，陈凡伸了个长长的懒腰，走出洞穴，站在城墙外望向头顶洒下来的太阳。今天又是个大晴天，昨夜也并无鬼物冲击营地，飞羽记里几乎没有鬼物冲击鬼火。今日他要做的是消费，这些日子积攒了不少鬼石，原本他还想着攒下足够的鬼石，然后一口气打造一条170公里长的江北防线呢。现在不需要攒了，有万里长城这个传奇质变升级方向，有点鬼石就打造一点，慢慢积攒，直至攒到170公里。他将视线停留在那堵拥有万里长城传奇质变方向的一面城墙上，得先将这面城墙等级升高一点，确保这面城墙不会被摧毁。在消耗了2000枚鬼石后，这面城墙很快升至5级，城墙升至5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雷雨天气中，一定程度增加城墙坚固程度。2、黑暗中，少量增加城墙坚固程度。3、禁飞，任何生物在城墙未被摧毁前无法飞过城墙。陈凡在看见这个升级面板后，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话：手快3个全选了。这3个升级方向他都想要，虽然不是质变升级方向，但他这3个都很有用。第一个不用多说，专门增加雨季强度；第二个也很棒，城墙本就在黑暗生效，相当于永久持续被动，2个都很棒，但和第3个比起来就差了点。继续升级，陈凡兴致冲冲的再次消耗了5000枚鬼石，将这面城墙升至6级。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6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城墙可自爆并爆发出巨大威力，威力取决于城墙的坚固程度和等级。2、近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有较低概率遭到一定伤害反弹。3、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3个方向都不错，第一个被他第一时间否决了。虽然如果给每1米城墙都选择这个效果，170公里长的江北防线同时炸开，那场面肯定很壮观，但他不希望看见那一天。第二个方向也不用，他有荆棘反甲这个质变方向，效果比第二个好，不但近战，远程的伤害也可以反弹一部分。剩下的就只有第3个了。在敲定了第3个方向后，他才望向面板，长叹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城墙从6级升至7级，需要消耗7000枚鬼石以及猴头果、地心果等天才地宝任意一个。鬼石还好说，但那些天才地宝他看见就头疼。江北防线170公里，也就是17万米，这意味着每1米城墙升级都需要，相当于需要17万颗猴头果。这么多猴头果不去花果山肯定是找不到的，那可是天才地宝啊！他10年内不可能打造得起一条170公里长的7级城墙，那要他老命了。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长松了一口气。如今这个拥有万里长城传奇质变升级方向的1米城墙已被他升至6级，远远高于其他城墙等级，这回安全了，只要鬼火不灭，这个城墙不可能被摧毁的。随后他才蹲在地上，拿起树枝在地面上的灰尘开始算数。江北防线全程170公里，再加上一些炮塔、鬼火、铜管的费用，总造价差不多4亿枚鬼石内绝对是够用了。陈凡蹲在地面上，用树枝比划着，4亿枚鬼石不是个小数目，要想做到这一点，关西平原必须啃下较小的势力，数量多如星辰，用骷髅马这种物美价廉的商品掠夺鬼石，而像屠仙圣地这种大势力，全都上门索要保护费，不给的都灭了，差不多就能凑够。他觉得自己这个保护费收的理所当然，不是他挡在前面，你们全得死。不过眼前的情况是，得早点将万里长龙琢磨明白，城墙将如长龙般可在营地范围内随意移动。传奇，他可以先搞个1公里的1号洞穴入口处的这堵21米长的城墙，此时一节是6级的，剩下的都是3级。他也没再升级后续的城墙，准备先练习下操控城墙。陈凡操控着城墙如长龙般在营地内乱窜，速度并不快，比骷髅马慢了一点，移动起来会在地面留下长长的离地痕迹，泥土都被翻出来，好像刚被犁过地一样。这玩意儿离地绝对是一把好手。紧接着，他站在这节城墙的最前端，双手背负在身后，点亮安置在峡谷内的20座鬼火，面色冰冷的远眺天边，而身下城墙如长龙般快速朝峡谷入口处疾驰而去，耳边风声呼啸而过。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帅极了。相比御剑飞行，他觉得自己要更帅一点，至少他的威慑力更大。很快，长龙在峡谷入口处停了下来，峡谷外就不属于营地范围了，长龙出不去了。他又快速小跑至长龙一端，再次站在最前端，双手拄着翡翠手杖，面色冰冷地望向营地。长龙再次向前疾驰而去，数个来回之后，他才过足了瘾，爽啊！陈凡将城墙重新塞回1号洞穴的入口处，畅快地咧嘴笑了起来。等他实验完如何操控万里长城外出的时候，他在关西平原的第一次亮相就要这样出场，给关西平原的土著建筑师带去一点小小的震撼，见识下什么叫做传奇质变升级方向。时间渐渐来到下午，距离天黑还有1个时辰左右。陈凡坐在城墙上的板凳上，面前桌子上摆放着3盘饺子和1碗汤饺。正值冬季，温度降得越来越低了，冬天最完美的食物就是饺子，饺子3种馅是必须要吃的。就在这时，怀中的传音符突然发热，拿起后传来周末的声音：狱主出事了，你等会儿。陈凡轻叹了一口气，打断了周末的话，有些无力的起身摆了摆手。守在城墙下的侍女快速上前收走碗筷，
说吧，有伪人鬼混入樊城，守门的樊玉成员检查出了纰漏。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但也没说什么，而是继续道：“损失大吗？我们没有损失，我第一时间发现并控制场面，只有一个江西势力的商会被那个伪人鬼炸死了一个人，已经差不多解决完了。主要是那个伪人鬼掉落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需要玉主你过目。我正准备回营地当面汇报，等我来樊城。”片刻后，陈凡从95龙辇上下来，望向站在城门口等他的周末。周末将伪人鬼身上掉落的一片古籍残页递来，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这个古籍残页记载的信息很简单：4年后，海底鬼潮登陆，江北寸草不生。但他面色渐渐古怪起来，这是怎么记载的？预言的4年后鬼潮登陆是因为那位留在江北的气息4年后会消失，所以鬼潮登陆。这个古籍残页怎么隐隐给他一种人为作假的感觉？古籍散发着从泥土里刨出来的味道，看起来有些日子了。永业历382年末，江北幽冥鬼潮不绝而入。大凶，永业382年末，就是4年后。陈凡望向手里这张牛皮纸，面无表情地沉默了许久后，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敌人可能不是很聪明。世人皆知378年前永业降临，但更隐秘的信息是8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一次永业降临了。现在获得的所有古籍基本上都是默认从8000多年那场大战中所留存下来的，而永业历这个说辞明显这些年才诞生的。8000年多前留下古籍的人是怎么得知的？时间线都对不上。伪造古籍前能不能认真一点？陈凡长叹了一口气。不过由此还是可得一个消息，那就是有一批鬼物对他虎视眈眈。事情暂时告一段落，重新回到营地内的陈凡走到运灵阁面前，从怀里掏出海苔。目前营地只有2个建筑升级需要海苔，一个是运灵阁，一个是天气阁。他觉得用在运灵阁上，天气阁用不上。下一刻，在消耗了5000枚鬼石，将运灵阁升至5级后，面前也浮现出一则崭新的面板。运灵阁升至5级，请选择升级方向：1. 修炼速度增加至15倍，限10倍；2. 参悟武技速度增加至15倍，限10倍；3. 顿悟概率小幅提升。陈凡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主要是他发现升至6级竟然无需任何材料，只需要1万枚鬼石就可以吗？没有犹豫，他当即选择了第一条，提升修炼速度，这个是优先级最高的，并且没有停留，继续升至6级。陈凡望向面前弹出的面板，面色渐渐古怪了起来，再次选了提升修炼速度的升级方向，这次竟然也没有任何材料所需。随后，陈凡一口气将白色建筑运灵阁升级至10级，也就是满级。面前弹出最终面板，运灵阁已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天赋异禀。所有修行者大境界在运灵阁突破时，都将获得一定庇佑和加持。比如，当9×9淬体突破武王时，自动成为10%淬体。陈凡望向眼前的效果，有些微微发懵。满级运灵阁的效果是不是有点夸张了？拥有这个效果，他可以批量制造10%淬体的武王。他默默地关闭面板，望向正盘膝坐在运灵阁里闭目修炼的齐月，突然有点心疼这家伙。这家伙如果晚几日突破武王，就不用遭那罪了。随后，他如法炮制，将生活工坊一口气升至10级。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生活工坊已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能人巧匠产出该生活工坊的物品，在制造完成后有较低概率获得特殊效果。陈凡微微咂舌，目前来看，这个满级效果不如是神炮和运灵阁的满级效果。不过，在升级了2个面板后，永业领主面板上再次发生了一丝变化。运灵阁和生活工坊图鉴已被点亮，建筑图集已点亮3个满级建筑，获得一个黄色品级的福袋，点亮5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随后，一个通体金黄的福袋落在他面前，他将福袋捡起来，异宝名称：福袋，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打开后，有 50% 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异宝，有 30% 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天才地宝，有 10% 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建筑蓝图，有 9.5% 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器官，有 0.5% 概率获得其他。陈凡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他在第一次点亮图鉴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绿色异宝运哨，使用后短时间内可以提升一定运气，当时应该晚点用的，这样可以用在这里，价值最大。呼，他长呼了一口气，口后没打算开启这个福袋，等以后再获得类似运哨之类的异宝再开启吧。紧接着，他又将地次和农田升至了满级，面前弹出新的面板了。建筑图鉴已点亮5个满级建筑，获得一个黄色品级的天道石，点亮10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天道石听起来就是很厉害的道具。他面色隐隐期待地望向永业领主面板上的信息，点击领取。很快，白色线条再次在面前形成并凝实成一块石头，从空中落下。异宝名称：天道石，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作用在任意建筑上，可让该建筑拥有一个天道赐福效果，且可生效在营地名下所有同类型建筑上。呼，陈凡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好东西，好东西，当真是好东西。虽只是黄色品级，但他觉得已经完全可以够到蓝色品级了。目前营地内共用5个满级建筑，是神炮、农田、地次、运灵阁、生活工坊，毋庸置疑，没有丝毫犹豫。他将手里的天道石拍在了一旁的满级式神炮上，很快面前便浮出一则面板：你对是神炮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威震四方，是神炮的威力将大幅提升。2. 天道赐福效果，横扫千军，是神炮杀死敌人后的溢出伤害，将顺延至附近的敌人，直至伤害耗尽。3. 天道赐福效果，塔之子，
是神炮将拥有身下城墙的同等防御。陈凡缓缓坐在摇椅上，眼冒金光的望向这3个天道赐福效果，他只能说牛逼。这3个效果任意一个效果拿出来，都是最顶级的效果，这3个他都想要的。但很快，他将第3个排除了。虽然这意味着是神炮几乎难以摧毁，但一个炮塔最重要的不是防御，它可以被摧毁，但在被摧毁前要打出效果。第1个也很强，但他视线停留在了第2个上，呼吸渐渐急促起来，溢出的伤害可顺延。这意味着，当4年后鬼潮登陆170公里的江北防线上1700座式神炮同时开炮的一瞬间，顺延的伤害就足以清空出一大片空地，不会有一只漏网之鱼。是神炮本是单体攻击类型的炮塔，主要是用来打 BOSS， 打小怪伤害是完全溢出的，浪费。那一炮消耗的鬼尸可不少，但要是有了这个天道赐福效果，那可单体可群攻，简直是建塔的超级上位选择。随后不再犹豫，他选择了第2条天道赐福效果，横扫千军。做完这些后，陈凡来到樊城，准备听取王奎的汇报。就在这时，陈玉主身后传来一道问候声。陈凡转头望去，只见3个身穿宗门制式长袍的人正面色恭敬地望向他。我记得你们，有点印象。陈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帮人应该是天下阁的，当时他去江北处理江北陈家的事时见过，只是不知道现在找他有什么事。见过陈玉主。为首的年轻男子双手抱拳恭敬道：“我叫天启，是江南天下阁的亲传弟子。上次我有幸在江北城见过陈玉主。”你说，陈凡点了点头。他记得上次有个穿白裙的女子对他有些敌意，但这次没来，看来天下阁是抱着友善态度来的。是这样的，天启深吸了一口气，压住内心的忐忑，尽量让自己平静一点。1年1度的建筑师交流大会马上就要到了，这次由我们天下阁牵头举办，汇聚了江北、江西、江东、江南4地有名气的建筑师。陈玉主身为建筑师，一手创建繁育，对建筑有着独特的手段和理解。我们想邀请您参加这个大会。不去。陈凡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即拒绝。他又不是建筑师，参加哪门子大会，交流什么？陈玉主先别着急拒绝。天启见状急忙开口，往日的建筑师大会举办地点往往在牵头者的势力范围内，比如今年本该在天下阁的地盘，但天下阁想将今年的建筑师交流大会在樊城举办，除了邀请您参加，还想请示能否借樊城作为建筑师交流大会的场地。这个可以。陈凡突然笑了起来。没问题，我很欢迎大家在樊城交流。他不知道这些建筑师要交流什么，但知道肯定会有人气，还会带来很多建筑图纸，这对他有利，只要不离开这片区域就好。陈凡笑着望向天启，大概什么时候开启？3天后。天启面色恭敬地回答道，他没想到这次这么顺利。行，去吧。时间很快便来到了3天后。这一天，很多势力都来到了樊城，樊城变得比以往更加热闹。这城池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一个年轻男人站在车队面前，望向不远处的城墙，这看起来都是1级城墙，不是说樊玉的实力很强吗？这个年轻男人撇了撇嘴，在他们势力的城墙可都是3级城墙，1级城墙早都不用了。话不能这样说。跟在身旁的一个老者面色严肃地摇了摇头，樊玉的实力肯定是有的，但毕竟底蕴弱了一些。你想，樊玉是在雨季崛起的一个势力，从创建到如今，总共才过了几个月，3个月不到，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好了。而且樊玉发育的主要营地在旁边的无名山里，正是靠着那里面的营地，在雨季时诛杀鬼王，并诛杀丹宗少主。樊城仅仅只是樊玉的凡人城池而已，用来经商，并不是在雨季防御鬼物的主要建筑。能做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不错了。老者面色认真地望向旁边的年轻男人，收起你刚才那副轻佻的语气，等有机会见了陈玉主，一定不要用这种语气讲话。我知道。年轻男人嘟囔着嘴，我肯定不会当他面这样说啊，但我小声地讲2下，他还能听见不成？很快，一个个势力都抵达了樊城。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走在樊城内，他专门开辟了出了一个空地，为这次的建筑师大会做准备。很快，建筑师大会开始，没有比赛，大家没有比拼，全靠交流。片刻后，陈凡眉头轻挑，走进前方人群里，望向站在台子上正在传授自己经验的一个建筑师。这里聚集的人比较多，足足100多号人，不算随从。这里足足拥有30多个建筑师。站在台上正在传授经验的是一个老头。每说到一个关键点，台下一众建筑师若有所思的点头。很快，这个老者走下台，又有一位中年建筑师和一个老妪走上台来分享。台下人再次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显然收获良多。就在这时，老妪突然看向陈凡，陈玉主在这里也听了许久了，是否愿意上来分享下自己对建筑师的见解？话音落下，大家顺着老妪方向望去，这才发现樊城的主人陈凡竟在他们中间旁听了许久。顿时一众期待的眼神投来。陈玉主讲2句，随便分享1点就行。陈凡站在原地停顿了一下后，才轻点头，行，那就讲2句。随后才拄着翡翠手杖朝台上走去。站在台上的陈凡从下方众人脸上挨个扫过，轻声道：今日我所讲的东西无关技艺，关乎大局。我相信今日能来参加建筑师交流大会的势力，都是江北4地有名有姓的大势力，你们手里肯定有参悟不透的建筑蓝图。待到樊玉来，交给我，让我来参悟。我的参悟方式比较特殊，会损坏建筑蓝图。作为回报，我会亲自前往你们势力范围内，为你们势力范围内打造一座这张建筑蓝图的建筑。看见那座高塔了吗？陈凡指向无名山上的那座通天柱，众人视线也随之望去。一座数百米高的柱子，直冲云霄。事实上，所有人尚未进入樊城，还行驶在荒原上时，就远远看见这座矗立在无名山上的高塔。
只不过大家都默契的无一人提起。毕竟无名山是樊玉的地盘，那座高塔说不定就是什么底蕴建筑，属于樊玉的机密。贸然提起，有种打探樊玉机密的感觉，这可不是什么一个好事情。此刻陈凡主动提起，大家内心原本被压下去的好奇心又再次涌了出来。那是通天柱。陈凡的声音缓缓响起，黄色品级的建筑拥有莫测威力，具体手段如何，或许得当有鬼物围攻樊玉的时候，你们方可得知。曾经有一个上古建筑师，耗时一辈子没参悟透通天柱的建筑蓝图，我有幸得到这张建筑蓝图，3天参悟并打造完毕。他临死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参悟明白这张建筑蓝图。我想你们应该不想带着这种遗憾死去，你们不少人手里应该都拥有一张参悟许久尚未参悟明白的建筑蓝图，交给我，我替你们参悟。当然，具体建筑蓝图会有樊玉专人进行审核，无参悟价值的建筑蓝图，樊玉也不会接收。言罢，陈凡没有停留，而是转身离开，径直消失在人群里。这个想法是他在听到那几个少年交流参悟建筑蓝图时就涌现的。这些建筑师里说不好手里就藏着一个高品级建筑蓝图，但一直参悟不透。如果能带来樊玉，那樊玉的发展会更快。陈凡已经走远，但台下却寂静无声，众人沉默着一言不发，互相对视，都看见了彼此眼里的异动，和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们本来以为陈凡或许不愿意说一些关于建筑师的核心技巧，只会说一些别的来打马虎，又或者是真切的分享一些关于建筑师的技巧。没想到的是，陈凡什么都没说，只是提了一个建议，或者说提议，将建筑蓝图交给他参悟。作为回报，他会亲自前往对方势力范围内，为其打造一座该建筑蓝图对应的建筑。天下阁阁主眉头紧皱，站在原地沉思着，久久不语。他手里就有一张这么多年都没参透完毕的建筑蓝图。倘若陈玉主真的能参悟完毕，并且愿意在天下阁的势力范围内打造一座这样的建筑，那哪怕建筑蓝图会被摧毁也无所谓了。毕竟建筑都有了，他可以走进建筑内部，仔细了解建筑的细节，日后随便打造。这个提议对他是百利而无一害，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会让樊玉变得更强。天下阁的阁主望向周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讲话。他看得出来，不少人都有点异动了。很快又有下一个人上台分享，只是这次大家都有些听得心不在焉，显然还在想刚才陈玉主的那个提议。少爷，陈凡此时已经离开建筑师交流大会，朝樊玉营地驶去。坐在95龙辇车夫位上的瘸猴有些不确定道：“少爷，你说他们能答应吗？”坐在车厢内的陈凡随意道：“根据观察，这些建筑师打造建筑时，并不需要建筑蓝图，建筑蓝图只是辅助建筑师认知建筑的一种工具，而他不一样，他打造建筑需要将建筑蓝图捏碎，收入到永业领主面板里才能打造，因此他们双方其实是不冲突的。这些势力把建筑蓝图交给他，他去对方势力范围内打造一个对应的建筑，让这些势力慢慢参悟，参悟完毕后，哪怕没有这张建筑蓝图，这些势力的建筑师也可以打造出这样的建筑，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其实有不少人是不喜欢双赢的，他们更喜欢单赢，所以他不确定有多少人会答应这个提议，但他觉得肯定会有人答应。很快95龙辇并没有驶入峡谷内，反而驶上了无名山，停在了通天柱下。瘸猴留在原地，陈凡一个人来到通天柱最顶端的平台。陈凡站在中央，远远望着下方的樊城，呢喃道：“通天柱顶部无法打造城墙，否则用城墙将顶端平台边缘围起来，是个不错的观景台。”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发热，里面传来瘸猴的声音：“少爷，樊城那边来消息了，说天下阁阁主想献出一份建筑蓝图，交给少爷你来参悟。”知道了。陈凡笑了起来，还行，他那番话有成果了，我马上下来回樊城。樊城的一间商铺内，陈凡坐在桌前，望向面前的老者，天下阁的阁主，久仰大名，今日一见，确实非同凡响。陈玉主，面前的老者有些无奈地笑了起来，在你面前就不提这些了。不过有件事情我很好奇，陈玉主，你是几级建筑师？这个好像你对外从未公布过。陈凡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只是笑了笑。比你高一点吧。他几级建筑师？他压根不是建筑师。正常来讲，他现在应该是2级修行者，尚未突破至3级修行者。老者对此倒是没有太多意外，虽然他不清楚陈玉主具体是几级建筑师，但肯定是比他高的。随后他也没有过多绕弯子，而是郑重地从怀里掏出一张建筑蓝图，摆在桌子上。陈玉主，你的提议很打动我。我知道参悟一张建筑蓝图极其耗时间、耗心力，还耗鬼石。你愿意帮助大家参悟蓝图，这是大格局。这张建筑蓝图我参悟了37年，本来都打算放弃了，但一想到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鬼石，如果这个时候再放弃，前面的就都打水漂了。我已经放不下了。如今我已经78岁，没几年可活的了。如果到死都没有参悟完毕，那绝对会是死前最大的遗憾。不知陈玉主，你看看这张建筑蓝图可入你眼？我看看。陈凡接过蓝图，轻咳了一声，装模作样的上下看着，实际上只是望向面前的面板。异宝名称：噬魂雕塑，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雕塑类建筑蓝图，安置在营地内，可对营地成员有加持效果。半晌后，陈凡才皱眉道：这个建筑比较复杂，参悟起来有点耗心力，而且需要消耗我不少鬼石。具体情况得回到营地之后才能看，但3天内应该可以参悟完毕。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在樊玉等我3天，3天后我给你个答案。如果参悟失败的话，建筑蓝图原路送回。好，老者点头，长松了一口气后起身，面色认真地望向陈凡。那就拜托陈玉主了，如果真的能将这张建筑蓝图上的建筑打造出来，我这辈子哪怕死也再无遗憾了。说罢，便转身告离。陈凡望向天下阁阁主离去的背影，笑容终于有点压抑不住地浮上脸颊。这就是出名的好处啊，名声是
把双刃剑，有坏处，但也一定会有好处。有了天下阁阁主带头，很快便有众多势力献上自己的建筑蓝图。在筛选出一些有用的蓝图后，陈凡轻叹了一口气后，将建筑蓝图全部捏碎，纳入永夜领主面板里，准备回营地内打造出来试试，看看效果。具体效果是什么，打造了才知道。面板上显示的不算特别清楚。建筑交流大会持续3日，第1日即将结束，天色渐晚，一众建筑师也各自入住客栈。陈凡则是已经回到繁玉营地内，坐在城墙上，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可打造建筑选项是魂雕塑，消耗100枚鬼石打造出来后，安置在营地内。待在雕塑100米范围内的营地成员，体力恢复速度将小幅提升。陈凡有些迟疑地望向安置在洞穴内的这个雕塑，效果怎么说呢？不错，无论是干活还是御敌，都有很好的效果。但这真的是一个黄色品级建筑该有的效果吗？有点配不上黄色这个品级感觉，但价格便宜，100枚鬼石一座，那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升级看看，升至2级没有任何材料需求，只需300枚鬼石。作为一个黄色品级建筑，这升级所消耗的鬼石也是真的不多。噬魂雕塑升至2级，请选择升级方向。1. 待在雕塑100米范围内的营地成员，伤势恢复速度将小幅提升。2. 安置在雕塑100米范围内的营地攻击类建筑，鬼石消耗将小幅降低。3. 安置在待在雕塑100米范围内的营地成员，修炼速度略微提升等等。陈凡微微一愣，突然意识到这个噬魂雕塑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建筑，为什么会是黄色品级的建筑？他前世玩过一款游戏，里面有个职业最高贵，叫牧师，效果也很简单，战斗时就待在最后方，给前面的队友加各式各样的 buff。而这个噬魂雕塑就是如此。这哪是什么雕塑啊？这不就是一个不会移动的牧师吗？每升1级就有一个 buff， 这升至10级，那不得10个 buff。若全选择增强营地成员实力的，那完全可以将一个战力一般的繁育成员战力大幅提升，用于守城，简直绝了。城墙根下，每隔100米摆一个，没再停留。他当即选择了第2个，安置在雕塑旁边的攻击类建筑所消耗的鬼石会小幅降低。至于营地成员恢复伤势和修炼速度，他都有对应的建筑，完全不需要这个雕塑。再次消耗500枚鬼石，升至3级。嘿，依旧是这3个升级方向，变都没有变。再次选择第2个，直至升至4级，升至5级，升不动了，并不是开始需要材料了，而是噬魂雕塑已升至5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因升级方向清一色选择第2条，获取对应满级效果，精打细算。安置在雕塑范围内攻击类建筑，鬼石消耗将再次降低。陈凡望向面前的面板，僵在了原地。5级、满级、黄色品级建筑，这几个词加起来好陌生啊！他第一次看到上限等级这么低的建筑，还是黄色品级建筑，而且是真便宜啊！一个满级的噬魂雕塑仅仅只要2600枚鬼石。至于效果，面板上用的都虚词，都是小幅降低再次降低的，具体降了多少数字需要实验。实验方式也很简单，剑塔升至5级后，威力大幅提升。3级剑塔激活剑与风暴这个主动技能，只需1枚鬼石，而5级炮塔激活剑与风暴这个主动技能需要50枚鬼石。下一刻，安置在脚下城墙上的一座5级炮塔突然被点亮，剑与风暴启动，一束束光柱齐射至空中，并精准射在远处地面上，溅起阵阵灰尘，消耗了30枚鬼石。好家伙！陈凡有些怔怔地望向面前面板上的详细数据信息，原先需要消耗50枚，现在只需消耗30枚，相当于鬼石消耗降低了40%，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按照他的计划，170公里江北防线上需要安置大量炮塔，这比炮塔可不是摆设，启动后是需要消耗鬼石的，消耗的鬼石数量也不低。而如今只需要在170公里江北防线城墙内，每隔100米安置一座噬魂雕塑，便可起到大幅降低攻击类建筑鬼石消耗的效果，也就是只需要1700座，加起来也就400多万枚鬼石，真便宜啊！良久后，陈凡才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这建筑师交流大会没白开，还是得和其他势力多交流交流，这些势力手里可都是有好东西的。这个噬魂雕塑就非常不错，这才是人民的好雕塑。什么是人民的好产品？物美价廉，这个雕塑完全符合这4个字。而在将这个建筑升至满级后，建筑图鉴上又有一个建筑被点亮，至此樊玉已经拥有6种满级建筑了。他咂舌地走下城墙，朝2号洞穴走去，准备将载具攻防升至6级。载具攻防如今是5级，升至6级需要特殊材料，他前些日子收购到了一个亚骨，是载具攻防升至6级的材料，今日去将载具攻防升至6级。这些日子樊玉一直在小批量收购一些天才地宝和这种特殊材料，只要价格不贵，哪怕暂时用不到也先收着，说不定以后就用上了。这些玩意儿又放不坏，暂时存着。在升至6级后，载具攻防里再次多出了一个可打造载具。6海船中型载具，最多可乘坐30人，移动速度快，负重能力强，吃水较深，自带鬼火以及少量的攻击建筑，可外置部分建筑，船体较为坚实，相当于1级城墙的坚硬度，长期停靠维护需配套建筑港口，打造所需2000枚鬼石。海船，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这个看起来比古舟更适合远程航行，或许可以去看看死海对面有什么。只是这个旅程有点危险，说不定死海对面是鬼屋的大本营吧。